随着年龄的增长，很多人出现血管堵塞、血液粘稠的情况，导致血栓的出现，对身体健康产生很大影响。所以我们要好好的养血管才行。可以尝试下面这2种食物：卷心菜。卷心菜生活中很常见，营养丰富，其中含有很多膳食纤维、维生素以及胡萝卜素，并且卷心菜含有的水分很多，经常吃一些可以帮助降低胆固醇，有利于血管的健康。茄子是一种很好的蔬菜，可以说是血管的保护神。茄子中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P， 可以增加血管弹性，软化血管。经常的吃一些茄子，也可以帮助保护血管，预防血栓和其他血管问题。那如果想要保持血管年轻，平时还要坚持运动锻炼，不要熬夜，多喝水，或者用山楂泡水喝，同样有保护血管的作用。肉是生活中经常吃到的，不仅价格便宜，而且营养丰富。但是要提醒大家，猪身上有2块肉最好别买，可能含有大量的细菌，对身体健康不利。猪肺，相信大家都知道，肺部是用来呼吸的，而猪肺也是。肺部有过滤的作用，会把呼吸时的脏东西都堆积在肺里。如果猪的生长环境不好，那么猪肺中就可能含有很多的细菌、病毒。所以大家吃的时候一定要注意，如果洗不干净，可能会对身体造成影响。猪大肠，很多人都喜欢吃猪大肠。那猪大肠虽然好吃，但是建议大家最好别吃，因为猪吃的东西比较复杂，如果吃了什么不好的东西，猪大肠中就可能产生病菌，即使是反复的清洗也很难洗干净，所以大家最好也不要。说到猪油渣，相信很多人都不陌生。猪油渣就是熬猪油后剩下的油渣，用它炒菜可是很香的。但是很多人认为猪油渣不健康，那吃猪油渣到底是健康还是不健康呢？现在就来告诉你答案。猪油要是和一般的植物油相比呢，那香气是不可代替的，而且猪油中含有多种脂肪，饱和脂肪酸和不饱和脂肪酸，有很高的营养，也能够给身体提供热量。但是大家要注意，猪油渣是经过油炸的，如果经常吃的话，可能会使身体发胖，所以大家吃的时候要注意。那总的来说不管吃什么都要适量，不宜吃多，猪油渣也不例外，所以适当的吃一些猪油渣对身体是没有太大影响的，大家不用担心。酸痛、僵硬、很难受，该怎么办呢？今天教大家一套颈椎操，只需2个动作能够缓解颈椎不适。第一个动作，自然站立，双脚分开，与肩同宽，双手手臂张开，手握成拳，手臂稍微的向后倾，保持伸直，然后将手臂向前伸展，和肩膀在一条直线上，这样反复练习。这个动作可以促进肩部、颈部的血液循环，放松肌肉，对缓解颈椎不适有很好的作用。第二个动作，平躺在垫子上，将双腿慢慢的向上抬起，然后尽量的往头部靠近，最好在头部上方落地。那这个动作可以增强颈部和背部的血液循环，对颈椎有很好的锻炼作用。上面这2个小动作，每天坚持的练习10分钟，可以帮助舒筋活络，让颈椎更健康。多喝水对身体好，但喝水的时间是有讲究的，多喝水不如会喝水。一天中最适合喝水的4个时间，堪称长寿水，看看你喝对了吗？第一个，起夜的时候喝1杯水。很多人觉比较浅，所以晚上会有起夜的习惯，这时不妨喝上1杯温开水，可以促进血液循环，稀释血液，对心脏和血管有保护作用。第二个，睡觉前喝1杯水。睡觉前半小时可以喝1杯水，对身体的新陈代谢有帮助，而且还能够帮助提高睡眠质量，但是不建议喝太多。第三个，早起后喝1杯水。早上起床后喝1杯温开水，不仅可以帮助身体补充水分，还能稀释血液，对排便有帮助，有利于身体健康。第四个，吃完饭后喝1杯水。吃完饭后半小时喝1杯水，可以帮助减轻肠胃负担，促进肠胃的消化和吸收，还能够缓解便秘，对身体健康也有帮助。带是我们人体最重要的关节之一，也是最容易受伤的。今天教大家2个小动作，可以帮助养护膝盖。
动作1：靠墙蹲。首先找到一面墙，背靠墙站立，然后使我们的后背靠在墙上，双腿慢慢的往下蹲，直到大腿和地面平行，坚持10秒，回到原位再做。每天做3到5分钟就行。动作2：坐姿踢腿。坐在椅子上，双腿并拢，自然下垂，然后将双腿并拢向上踢腿，速度不用太快。抬到最高点时，坚持5秒，再返回反复的做，也是呢，每天做3到5分钟。这2个小动作可以锻炼腿部肌肉，增强肌肉力量，还能够促进腿部血液循环，有很好的强化膝关节、保护膝盖的作用。那膝盖不好的朋友，可以每天试着练一练。很多朋友会出现便秘的情况，那大多数人是用开塞露。除此之外呢，不妨试试下面这2种食物。便秘时吃一点，有助润肠通便，或许比开塞露还管用哦。第一种，芹菜。芹菜是生活中常见的绿色蔬菜，不仅吃起来鲜嫩可口，而且营养丰富，其中富含粗纤维和膳食纤维，可以促进肠胃蠕动，有助通便。那经常便秘的朋友可以经常的吃一些，也可以将芹菜榨成汁，能够帮你排出毒素，顺利排便。第二种，黑木耳。黑木耳也是比较常见的一种食物，它能为身体补充一些微量元素，而且黑木耳中含有多糖等水溶性膳食纤维，能够保持肠道水分，促进排便，对缓解便秘有很好的效果。当生活中很多人会有脱发严重的情况出现，认为是不是自己洗发水没有选对？其实掉发严重并不一定是洗发水的问题，可能和下面3个原因有关。压力太大，现在社会节奏变快，个人的压力也越来越大，这就使很多人的精神一直处于一个紧绷的状态，时间长了就可能会影响到头发的血液循环，使头发得不到足够的营养，从而导致头发大把大把的掉。经常熬夜，现在熬夜已经是常态了，尤其是年轻人都加入了夜猫子的队伍。如果长时间熬夜会导致内分泌紊乱，从而影响头发的生长，就使人出现了脱发的情况。过度染烫，因为现在的人都比较爱美，不管是男人还是女人，都喜欢变换自己的发型，染一染，烫一烫，那避免不了要使用各种的染发膏或者是定型膏。这类物品中都含有化学成分，如果过度的染烫，很容易使头发受损，这也会导致头发大。现在的人都很注意养生，都希望自己能够长寿。其实长寿的人身上是有一些表现的，不管男女，如果身上2个地方的毛发比较浓密，说明更容易健康和长寿。那这2个地方是哪里呢？下面我们来看一下。腿毛多，大家都知道，男性的腿毛要比女性的多很多。而男性腿毛浓密旺盛，这是体内雄激素旺盛的一种表现。而且腿毛也有很多作用，能够帮助调节身体，避免细菌和有害物质接触皮肤，对身体健康和长寿有帮助。眉毛多，眉毛多又长也是长寿的一种表现，因为眉毛和我们的肾脏有很大关系。如果肾气充足，那么眉毛就会比较茂盛，这样对长寿也有帮助。但如果眉毛少而且很短，就要多注意养肾了。上面这2个表现，如果你都有的话，那就恭喜了，可能具备长寿体质哦。命长的女人，身体2处比较软，若你都有，或许是长寿候选人。肚子比较软，正常情况下，我们的肚子都是比较软的，这说明肠道没有问题，而且肚子这里的经络呢也比较畅通。但如果肚子硬邦邦的话，就可能是肠道健康出现了问题，这样对身体健康不利，损伤我们的寿命。所以女性朋友，如果肚子比较软的话，相对来说更容易长寿一些哦。血管比较软，随着年龄的增长，血管会出现变硬、老化的情况。如果血管硬化，很容易引起心脑血管疾病，对健康不利。所以女性朋友，如果血管还非常软的话，说明身体还很健康，对长寿也有帮助。长寿是很多人都想拥有的，但想要长寿也并不简单。通常寿命长的人身上都会有一些特征，比如下面这2个地方会比较通，你站得越多，或许越容易长寿。血管比较通，血管是我们的重要管道，如果堵塞了，势必会给身体造成伤害，
所以想要身体健康长寿，首先要保证血管通畅。平时保护血管要注意饮食，多进行运动，多吃一些可以疏通血管的食物，这样有助血管保持通畅。肠道比较通，俗话说肠道常清，百病不生，虽然有点夸张，但如果肠道通畅，那么就可以减少体内毒素滞留，对健康有帮助，也有利于长寿。如果想要肠道通畅，平时呢要多吃一些膳食纤维食物，比如新鲜的水果、蔬菜、菌类等，这样能够加快肠道蠕动，有助肠道的健康。好了，本期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，大家还有什么疑问或者是建议，可以在评论区给我们留言，我们下期再见吧。